哎，闪现！睡着3分。红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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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中了。哎，6分，爭遠佢，哎呀！我加埋佢3分，9分。有减速，打开手加速。後邊，後邊，後邊。大家早上好，今天一大早呢，我就收到智能车研究所的一个邀请，我要作为今天这个智能驾驶的乘坐体验官，去体验什么呢？网红车啊！我们今天的司機啊 ，Alex， 喂，今日帶我去威咩啊？今天帶我去威什麼？去尝试一下目前大家觉得是这个自驾界祖师爷的表现。哦，自驾界祖師爺啊！祖師爺 FSD，那這樣我就信他。哎呀，又靚仔又叻，說話又好聽。哎呀，今天是什麼？掌聲啊！今天是一鏡到底，不玩虛的，沒有任何的剪輯，表現是怎樣就給你們看真實的表現。所以再加上你絕對真實。哦，上車，在特斯拉 FSD 接下来要挑战的路线上面，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实测视频，包括魏小李、华米、比亚迪、Momenta 等等自驾系统都有实测的视频。所以接下来这一条不是全网第一的 FSD 自驾视频，但是是全网第一条可以让大家云对比国内所有自驾系统的视频。请大家关注智能车研究所，并且一键3连，然后在下面的评论区就可以找到我们往期的视频了。好，准备开始了。我们把这个 FSD 的驾驶模式设定在迅捷，好不好？好不好？迅捷比较刺激了。有没有攻擊模式？攻擊旁邊在很多旁邊迅捷已經很攻擊。好，我们先走出去，先让这个。能不能臨陣起手，原地讓他拐這個 T 字路口？没有，还不行，因为现在他导航的方向不对，所以我没办法给他臨陣起手。我也想臨陣起手。哇，其實好看呢。他要先把這個路得知道自己的方向。对，我要逼他，主要是我要逼他改一下这个导航的方向，还不改过来的。可以了，好，可以就开始了。好，马上开始。哦，已經進入了這個 SR 的界面了哈。那有個出來的，对，他想出来了，都能看到。哇，他的这个，哎，我感觉他这个 SR 的界面好像比美国的要好看点哦。我看美国那些博主发出来的，他的 SR 都是一坨一坨的。我们这个不如看路啊，你不看 SR，我怕。因为我们现在对他能力还不知道啊，所以还是要多看路。毕竟是祖师爷啊，对他有给点信心的。你看刚才绕行那个行人都好，但这几个绕行很丝滑哦，很丝滑，很丝滑。因为我之前这2天我也开另外一个品牌啊，它也是这样的，在那种情况下，它过那个能力，有一时候是顿一下，确认了再过嘛，它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难点了，这个是这个桥洞，这个桥洞看能不能，因为右边才是正确的。哦，这直走是逆行的。哎，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可以。这个桥洞之前迷惑了很多车的，就很多车都会钻错。马上又一个难点，我们这条路很多精彩的难点。隧道的暗光出来，就是一个大角度的右拐。你拐的還是他拐？他拐啊，他拐。你咁鬥住，我咁鬥住。你順手撥，我以為你喺度。覺得好習慣嘛，這個就。對，就手跟着方向盤動。這個就 U turn 了一個。那證明他拐的也很順，沒有那種思考一頓一頓的那種。而且他這個速度其實控制得非常好，比我們國內很多版本非常好，很多的自駕版本都要慢一點。比你開得好，你剛剛開過來的時候，這一下出來的真的很順了，沒有任何的可以挑剔。袁老師今天在我們旁邊，哎，閃現，睡着3分，我把他拉回來了。我們今天算一下，但是看得到實線的哦。他看得到，那他還想出去，不對，這裡只有實線哦。沒有，其實我們他要走裡面的嘛。你看他一直要，我們是不用出去的。走輔道是可以走的。那我們這個是可以走輔道的。好，再開吧。對，再開了，現在。彈幕可以數一下 ，Alex 總共12分，今天看你沒了3分了啊！我剛才把他揪過來了，我揪了他一命啊！啊，我們今天請袁老師過來，主要是要借一下他這個黃金屁股。咁咯，很癲啦，很吵啊！因為袁老師試的車多啊，所以我想袁老師就說一下，他坐在旁邊。感覺現在是像不像一個真人在開？像一個，就它的擬人性怎麼樣？這怎麼講呢？剛開始這個自駕有點像剛剛考完牌的那些，戰戰兢兢的那些駕駛小白，他不會犯任何的錯誤，但能確保到達目的地。但中間這個過程的話呢，但你不要講什麼絲滑，不要講什麼效率，都不講啊，這是那種狀態了。對。但現在呢，我覺得最近這半年來試的那些。
已经是比较好了，真的是比较好了，是一个职业司机了。好，这下转一下了，他走错路了。哎，他走错路了。我刚想说好像是前面。对啊，你看导航，我们不是走这里的。哦，好錯了，有一次走错路但不扣分。你前面掉，你前面丢了，这个先不扣你分。谢谢你们呐，这个是扣 double kick， 扣 FSD 的分，走错路这个司机走错路是这个，现在端到端的一些自驾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但这个路口走错路，这是第一台车。就我之前试的所有的那些国内的系统，都不会在这个地方走错路。但走前那个，那就是一个美国司机来到番禺这边不认路了。导航只是给了他个指引，但是他看不懂。但这个美国司机是从来没回过美国的，他的灵魂呢，所有东西都留在中国的。好，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Matrix 啊？黑客帝国啊，黑客帝国里面不是有一段是奇洛里维斯他就在那个模拟器上面学功夫嘛，然后就一觉醒来 I know 功夫，这台车就这种感觉了。他是在美国就用美国的系统，然后就用了一点中国的视频数据去训练的，就一觉醒来就I know 功夫。你看这个右拐，你看这里它有一个很好的，它没有走最右侧道去右拐，它是个套窝地拐。这是常用，因为常用开这条路的，经常都会知道最右那个是拐不过去的，因为那个有违停的车。而且刚才进来的速度很丝滑，挺好。那这里是这里就已经开始我们关键点是看它有没有停。很多时候它要停下来思考，它是没有停的。没停的就很好。虽然慢一点，但是就是跟着过。其实你看前面那个宝马，知道它的速度没慢多少，就跟真人开差不多。挺好，我这载位过得很顺。那这里是一个挑战点了，因为特斯拉是只用摄像头的，这里是暗光的。暗光，你看那些摩托车都没有开灯的。SR 的这个很流畅哦。哎，对啊，摩托车刚出来光线变化没问题。这里出来一个难点是它那个桩头是在中间的。对，是个窄路口，然后右后方有可能有车冲出来马上有一个了。哎，他收了一下，但是还没有停哦。他这个思考是对的，他要冲出来，我反而会怕。是，不错。之前很多车就直接冲过来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的。我昨天人开在这个地方，我也犯了一个错误，我根本没留意到这边有车，因为中间有个隔离墩子，对，我根本看不到他，出来我是吓一跳的啊。而且很多人喜欢在那个地方，就那种电动车喜欢在那个地方往左冲出来。然后这是一个村道的闸机口了。这也是一个难点刚好又加了难度，因为前面有车是更难的，那个杆是抬起来的。现在看一下，它好像是有没有停的动作？相当好哦，而且它而且在这里没有显示啊，也没有 detect 到那个东西。因为这种闸机其实我们现在有些自驾系统也能处理，但是它必须要知道这是一个园区。对，就平常我们走这种路的时候，它系统是处在城市导航的状态的。所以很多车在这个地方那个闸机是无视的，要不就冲过去，要不呢就是就停止不动。我提一个问题啊，像刚刚那种情况，有时候我判断它能不能过，能不能看见，我是要看这个东西的。如果这里看得到的话，我就比较放心，它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刚刚过那个闸机的时候，完全没有显示的。对，但是它又会停，这个是为什么呢？其实 SR 界面是渲染出来给我们看的，对，它的自驾系统就不是完全按照这里面显示的东西，它自驾系统有自己的逻辑的，所以有可能是他看到的，他没有渲染给你看。对，OK， 这个就解释得通了。因为渲染这个东西要建模的，可能特斯拉的工程师还来不及建那么多模，因为在美国没有这种闸机的。都不一样，唔係咁噶嘛啲閘機，至少不長這樣。這個又看怎麼樣？這個就不行啦，這個就不行了就是它打開的角度太高就不行了。就我理解它的沒有建模閘機這個概念，它是把那個桿當障礙物去識別。對，所以它下來了就是有障礙物就要剎車。剛才進來的時候，可能那個桿是下了有一半，它都能識別。它如果那個桿不下，它可能就跟着衝過去了。對，是但我們之前試的那些車型，就國內的各個品牌的系統桿完全下來的時候，大部分都能識別的。但如果桿不是完全下來，哪怕下一半，都是識別不了的。對，就剛剛那種情況是最難的。對，所以它僅僅憑攝像頭能把下來一半的桿識別到，已經很不錯了。我們剛剛也在討論這個問題啊。出發之前呢，我們要確認每個攝像頭要擦乾淨啊。對，這個車的攝像頭的那個平均均無水平，是目前那麼多的裡面，它是應該是最低的。對吧？有一台車是跟它差不多的，是那個寶駿的雲海。
对，用大疆那套那个是7V 的，它差不多，它8V，但8V 有一个是车内的，所以跟那个其实是一样。但问题是大疆那个是没有城市能力，它那个叫城市记忆，它是只有10条、20条路线嘛，它让你要先跑一趟嘛，所以还是不一样。对，这里就是有点慢了，跟前车的距离有点远了，因为没有线嘛，路上完全没线嘛，然后两边又有车，而且这些车有对头的，各方面的會有啲暈啊。係咯，然後有點燒腦，有點燒腦。哎，它是不是可以啊？我覺得這個它導航好像出錯了哦，是不是你的途經點？佢有啲掉頭。它輸出的是，但是它走的路線就對哦，不用管它。那麼哦，對的，啊又掉頭。哎，不是我，它變成掉頭了。它硬要你走回後面那個路遠。多了，我這裡要干預一下了。係咪個途經點嘅問題？掉頭後，盡快走左側車道。你看一下它的目的地對不對？它可能是沒有把剛才那個途經點給去掉。對的，一直要回去第一個途徑。對，它刪掉一個。所以這個導航就比較笨。點樣刪咗佢啊？唔好結束佢喎。唔係你編輯行你哦，嗱呢個。好煩呢個，係，得唔得啦？可以，得啦，得了。進入金江大道。好像是對吧？對了吧？好像又不對哦，好迷離啊！我等。就特斯拉這個導航的地圖跟我們現在國內用的完全對，那個邏輯是不一樣的。我們只是添加途經點，它就按照我們添加那個順序就開過去了嘛。對。但這個有點歪，唔知點搞。係唔係佢？哦，它是把途經點一個一個顯示出來的，不管了，我們先啟動它。它是目的地，4個目的地。對，現在有點尷尬的是什麼呢？就特斯拉的那些所有東西都自研的嘛，但是自研這個東西當然沒問題，包括導航也好啊，這個自駕系統也好啊，但是要用到數據就有點麻煩了。我們中國的數據是不能隨便用到美國人的，所以現在它導航它的地圖用的是百度地圖。然後自駕的數據呢，之前有人說他們是把北美的那個大模型直接拿過來用，但是據我打探到的小道消息啊，當然特斯拉沒有公布，其實是有用到國內的數據去訓練的，因為國內畢竟有那麼多的一個保有量，對，這個量在這車天天在跑啊，你這數據你不收，你不就浪費了嗎？只不過它可能那個算力那個中心啊，對，那個中心它沒有在國內有這方面的信息，我們查不到，也不知道它有沒有啊這個東西。如果在國內是有一個跟北美相當的這種中心的話，那國內的數據一點不會差，那絕對就是第一梯隊的，它收集這個數據。對，數據是很多的。現在對，主要是訓練的那個技術超算中心，在中國的算力確實比美國的要差很多。但這方面特斯拉也沒有說它有沒有這個超算中心在，對，沒說啊，不知道。但你也不知道它有沒有啊。好，我們先回到路上啊，剛才這一段是比較正常的道路了，它的表現都很好，就是稍微慢一點。然後慢是因為我們沒有調那個正負的那個。我們是嚴格按限速走的。對，它限速是30，它真的嚴格按限速走。不過講這特斯拉這個導航的限速也是很迷的，經常在環城要限60。哎，這個就相當好，因為它detect到這裡有黃燈，黃燈要慢，而且有人又騎，這個就非常好，這個很加分，非常好，而且它很順滑。有一些它讓行人的話，它會先過了，它也得等。對啊，我剛剛留意到那些還沒過完，它就開始走。這個點就通過了，這個是一個迷惑點來的，完全通過，我們無感通過了這個迷惑點。就基礎能力，我感覺它就有的車如果不通過，是會走到輔道裡面，對吧？它有些車直接就停在那個隔離帶中間，在想我應該走左還是走右。有些車呢就毫不猶豫走到輔道。但這裡的又有點迷惑了。我們現在是要一個途經點，哎，不是，它我們途經點在對面的，不知道它為什麼會進來這裡。佢嘅意思係叫你行咧，你唔好褪。唔係，因為我哋前面掉頭㗎，我要把它掰過來先。他會不會理解到掉頭是一個最右的邏輯呢？走到輔道想掉頭。哦，你這樣說又有道理哦。所以剛才我太心急了，我不應該干預他的，我應該讓他表演一下的。算了，我們就回來看一下這個掉頭位。掉頭了，掉頭了，掉頭了，掉頭是很難的。掉頭了，哇，很絲滑，我的這個掉。哇，好趕，斬釘截鐵啊！哇，這個掉頭能力就是1等1的了。我這個真的是絕對就1等1的了，沒有，我好像印象中沒有哪個比他做得更好了。對，這種掉頭能力都是很多都是在這裡要稍微停一下，要不就掉不過來。而且那個方向它會這樣戳啊，是係會拖咁樣，那個唔會嘅。然後這裡有個途經點啊，這個是途經點的影響了，這個到達目的地附近。不要管它了，不要進去了，繼續走。這個就不算入接管了，我們就直接通過再啟動它。我又要把它減去，你要減到這個，我又要減去，這個真的麻煩，把這個減去。 OK。
好，可以了，是已经启动了，对。好，我们又回到这个路上了。但它右走干嘛？那我们要右转的。不是，我们要左转。对啊，地图也是显示，哪里還不過去？又逼着我，唔係扣呢度有攝像頭㗎。咪真係有會扣下咯，扣我㗎嘛？咁咪係咯，又唔係扣我，扣我㗎嘛？試一下嘛，萬一呢？又不是扣我。袁老師，你是來提供黃金屁股的，你不是提供你那些大面主義。萬一他可以把那個地面給渲染了呢？實時 OTA 是實時 OTA 呀，對呀。順便我們這裡可以看一下它那個零針起步。可以啊。這個是特斯拉在那個 V13上面新增的一個功能，然後馬上國內很多品牌也學了，就是可以停下來起步。但其實它最厲害的地方，它是可以在車位就直接起步了，直接撥兩下就可以走了。酒店華為那個是可以 A-3.0是可以的，對對 ，A-3.0是零針起手的，很爽，零針起手是很爽的，真的，就你真的感覺在用一個很先進的東西，就不是說走到一半啊，你再過來。你要看他心情，我去逗你啊，我得啦，嚟，這一下哈。這個好，我們看一下前面這個左拐路口啊。這個左拐路口呢，之前是大部分的自駕系統都能通過的，但偶爾有一兩個呢，就是因為那邊的車道跟這邊不是完全對稱的，所以就看一下，待會兒我們現在左邊還有個空的車道的，主要是看我們左拐會不會侵佔到左邊那個車的虛擬的車道。而且這個拐的話，要看前面有沒有車，有車的話容易很多。我們是紅燈的第一個，對，這個難度是更大的。起步了，兩邊也有車，看會不會互相侵佔。有車就好，有車問題不大的。好，他走了個大圈，很對啊，這個完全對準那個線啊，超好啊。然後他一看到行人有人，對，但是要給我踩一下，對，共駕一下，因為他不知道這個人，他不知道這種情況我們是可以走的。不是呀，在北美這種情況也可以走啊，因為那個是行人是紅燈啊，也是可以走的，他沒看到那個行人的紅燈啊，這個不對的，剛剛那個是錯的。反正他現在在斑馬線看到行人就會禮讓。非常嚴格的禮讓。不過他留這麼一手給你去共駕，我也覺得合理，對吧？對啊，對，也誰知道那天會不會衝出來？對啊，對吧？這個就是人機共駕的一個有點防禦性駕駛的感覺。好，紅燈的停車停得很穩。哇，開得比你好嘅啫。點？而且你開就穩。點會呢？係啊。我剛才是給你們省點時間，我就趕時間快點去開始去起點。但是現在國內很多品牌做這種紅燈停車都做得很好了，這個主要是到了端到端之後就可以做得很好。你說是它那個停的那種感覺是吧？對，停的感覺。舒適剎停就不會就會咚那一下。我最近開那個 Momenta 的那套就是，我對它那個剎車是超讚的，真的很無感。哪怕前面是急剎，它也可以做到很平穩。對，超好的。前面已經開雙閃提示要急剎了，它也是個很平穩的，而且你足夠的後面那個後排的那種，給後車的那種預警的空間，它也留得夠，所以這個是很讚的。對，其實現在國內那些哪怕第三方的供應商啊，他們都做得好，就 Momenta 啊，還有地平線啊，還有圓融這三家做得真的很好。喂，胡宇峰起步也夠快喎，其實可以的。就旁邊那個很新奇，他那個肯定是人開的，對，但A3年不會這樣開的。我們跟旁邊那個速度基本上是一樣的。那個肯定是人開的。好了，前面我們是右轉了，看一下，這個右轉車道呢，之前也是有一個車型會被迷惑住啊。順便給我們這裡打一下廣告啊。我們智能線研究所在這條路上面是把國內現在所有能上路的那些自駕系統都測了一遍了。對，所以今天我們雖然不是全網第一個測特斯拉 FSD 的，但是全網第一個可以讓大家拿這套 FSD 跟我們國內所有品牌的自駕系統做對比的啊！你們可以就關注我們智能線研究所，去翻一下我們之前那些視頻。對，大家可以把之前拍過這段路的其他車型對比一下，你就知道大家能力的差距了。好，這裡增加難度了，是一個臨時的封路，是一個施工。我們要走那邊是吧？對，我們要走那邊的，看它這個繞行能不能正確啊？目前來看，你看它沒有把這個雪糕筒給渲染出來，但是它知道有東西。而且你看它讓完人之後，它起步也很快，哇，好。
它在很顺的应付复杂的路况的环境，每一次都是给我们有惊喜的。这个是对那种就机灵啊，那种随机应变能力很强啊。越复杂它越能炫技。好，这里也是一个途经点，我要把这个途经点给，先临时靠边一下。对，我们编辑行程，然后这一个对叉叉，好，又回来。启动它。哇，它恢复的好快，你都不用什么对准车道线，对，不用对准车道，随便嘣就能开的。这就是他真正的临阵骑手啊，就随便在哪里都可以骑手，真的很好。他那个骑手速度，我感觉比我之前开的那些都要迅速，基本每一下都有回响。对，唔會話都冇反應就要等啊，那個沒有，他每一次都是可以的。好，你看这个防御性的跟行人的距离也控制得很好，让他过去之后再给点速度。还有一点，但是有没有我们今天开的目前这段路啊，有很复杂的路况，好像我印象中都没有出现说停在那里去想，没有，对，一次都没有。对，对，这个是很难的。它最多就减点速度。是啊，好，然后前面是一个小环岛，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小环岛第一个有灯号，它能识别了。另外一个呢，你看前面的两个车走的车那个轨迹都对的，都错的。然后他被带歪了，他被带歪了，错的。所以他跟车了这一下。对，跟车了，被带歪了。当地人怎么走就怎么走，对吧？不行，它叫入乡随俗啊。对。通过第一出口。还是因为他是导航错了，我们应该走这边的。这怎么错也不应该走那里啊。有之前也有车会走错那边的。不过这个你开那么窄，我看一下。开它是吧？开，必须开。啊，不行了，可以了哦。可以的。哇，你看，这2车道走成3车道这么窄，它还没有停定。哇，停了。但这边你别说我又开始了我。可以哦。他真的想了一下，因为那个有个例行，那个也不算例行。是例行，其实是例行的，有点例行，其实是，但他也根本不管地上的车道的。你看他很灵活，他反正把路线给测量出来，把这个空间测量出来就走了。干嘛了？这滩水可能影响他了。是了，你看他他不知道这滩，大家看到了有东西，他以为前面有东西，因为他有倒影啊，那个水上面有倒影，纯视觉不好的地方出来了。没错。你看前面的倒影是看到那个白车。对。如果是基于激光雷达，这个肯定没这个问题了。想一下能不能过呢？插路西沙波嘛西哈，有车过应该就好了。但是啦，对吧？啊。算了，我帮他一下，后面有车来了，这里我共驾一下。这个就是纯视觉的一个 bug， 纯视觉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它现在连毫米波雷达都没有，目前只有特斯拉一家是完全纯视觉的。我们国内那些说纯视觉也不是纯视觉的，都是有毫米波雷达的。对，没有逆行了。他还是想出去哦，他的路线规划就是错的。这里我先过。这个锅应该百度背吧。跟他没关系吧？不，我先停一边看一下这个导航设置啊。你看，我们本来应该是走这里过去的，它是绕了一个大圈。它的地图不支持你走那个路，它完全就不让我走这条小路，这就有点麻烦了。能不能刷新一下？我们人开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下，它能不能强行一下。你人开过那个，逼他一下。对，人开过去。細場冇爛事，只要剛嚟。这个算不算接管呢？大家自己去评判吧，因为这是导航的问题啊。对，我们这条路线的设计呢，就是想尽可能的短时间内给到更多的挑战给一个自駕系統。那所以呢，會經過一些不是那麼常規的路線。很漂亮的路。係啦，那這個時候呢，之前那個對我說起百度地圖，上一次用百度地圖的車也是走錯路的哦，是吧？極越啊，對呀。所以我說這是地圖的鍋嘛。用高德地圖的車有走錯，但不會錯得那麼離譜。所以我們定路線多難呢？定好了個路線，但是不同的地圖提供的路線就是不一樣的。對啊，如果走剛才外面那個就沒有意思了。可以了，可以了。好馬上又可以起手。可以了，好好啊，佢呢個起手。係咯。好，這邊是一個臨時的施工改道啦。前面這裡是個很迷惑的，因為有個路口，直接衝下去了。哇，這個給我開我也覺得不能走哎。看他怎麼樣啊？這個太難了。
那怎么理解呢？怎么理解？之前这个门是关上的，好快哦，都没怎么想，没管这个门。我觉得跟他有关系。对，如果说经过之后，他就知道，哎，这路没有路了，有路了，就去了。太聪明了。好，然后前面是一个有这种机非混行啊，非机动车在前面。机非混行这个讲，机动车跟非机动车混行，哇，鸡飞狗走，哇，这个哇，这又是什么车？哇，那你赶紧超啊，我怕大哥，加油啊！他不怕，这里还能看到对向是没车的。他不加速是因为这条路他看不透啊，看不透。但现在他借用了，他不知道现在自己在逆行了。对。有个逆行车过来，知道了吧？知道了，他知道了，知道了。但这里挺好，这里他会靠右边。哇，很好啊！一有对向车，他马上。我测过那么多台车，只有一个系统这里会靠右走的，就是 Momenta。Momenta 是对，其他刚才那个路口都靠左走，每回都把我吓得够呛。好，这里两个行人他绕行了，对，他绕行人是挺。绕行人超好，对，这个没错。而且他会绕行人的时候把速度降低，很稳妥。所以我是不相信特斯拉是直接把北美的那个拿回来的。我也不相信。对，因为在北美的表现不是这样。对，你看他这种对行人、对非机动车的识别跟处理，第一次看到行人会下坡。到了途经点的问题。冤枉你了啊！途经点啊，好，关掉，可以啊，继续。前方在第2个路口左好，又有行人了，可以再看一下他是不是对行人特别那个啊？这次3途经点他都没有退出 FSD 对，全程还在用的，功能是在线的。很好，就是它路线的刷新之后，是继续用。我感觉如果我们给它那个速度的那个正负值啊，给它拉高的话，它的效率会更高。我们现在觉得它慢，应该会。难怪我们接的时候，它那个上一手是弄了个50%。是啊，如果我们上下50%，它那个效率可能会就不一样了，有可能的。好，这里有一个大角度的左拐，他知道啊，导航是知道，看一下。好啊，系统也发现了，应该没问题。我们还是把这个。马上左转，很好，这个速度也控制很合理，18公里。好，这里前方的左拐呢，就看一下它会不会侵占左边的逆行车道了。如果侵占的话呢，好像是想侵占的，还是想要绕行呢？他还是回到自己车道，应该是感觉像绕行了。挺好，他很好，他吃了一点点，超好，占了一点点，但是速度慢。我讲真的，还有一次机会再看一下。我第一次我自己开，我都没他走的超好，我还要看一看。速度降下来了，看一下，在自己车道拐右，这个很好 ，perfect 啊，满分，这个真的很棒，这个一下满分。说实话，我们这种陌生的路这样去走啊，一个不是老手去开的话，未必开得比他顺畅。是啊，是，他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相当好。好，这边又是一个，我觉得没难度。还有植物的突出，哇，没问题，兜開棵樹冇問題，舒舒服服，幾快。它虽然速度不高，但是它很顺，它没有那种速度的。它这个地图啊，它没渲染的东西一坨。对，所以你讲北美国一坨，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他没有把那个东西渲染出来。对，北美的这些车都是没有建模的，它的车都是一坨的。车也是一坨，没有我们的车那么精美的。这个肯定是中方，因为特斯拉在上海其实有一个中方的团队在做自驾的，这个团队已经做了很久。我也相信他们不会浪费中国那么庞大一个数据。对啊，他不会浪费的。而且中国车企最近这几年在自驾方面的研发其实也是很卖力的。这里我要赞一下，借特斯拉这条片子赞一下我们中方所有自驾的工作人员啊，你们的努力，你们的996。其实刚刚这个场景很好，他看到对向有车来，他把速度放慢，留了个口给人家过。这个又是临时的，哎呀，因為他那個兜緊過嚟，佢 detect 到。係啦，好了，我要，佢個兜過嚟，他覺得那個會侵占車道。对，当然只是共驾，我也不用接管。但在这个之前，理想那个让行很好。好，这边是出主道，它就很有没有看社会车辆啊？前方有一个车占了我们车道，它退开了之后就走了。好了，你看路面写的限速是40的，它是真的很稳妥，按照40。30，看一下啊，是不是加了40了？很敏捷的加到40，但然后就40了，就很稳妥了。这个很合规啊，很合规，不能说它错。对，就目前为止，除了一开始那个压实线之外，那个压实线，我觉得有可能也是，虽然是有可能是地图的锅哈，另外一个你是对这个底线的一个把握，你就基于交通规则还是基于地图呢？对，对吧？这个就是一个车的一个自驾逻辑的一个选择了，它可能就
选择还是基于地图，你要把你送到目的地，这个才是重要的。好，我们就到这里为止，我们那些有一点点难度的部分已经完啊，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前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城市快速路的路段，这一段其实应该是很简单了，因为之前特斯拉的 NOA 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优化了。关于地图那个，我有一个疑问啊，大家是不是可以也讨论一下，为什么它会压那个时限出去？有没有可能是地图那个制作地图的公司那个版本，它平常为什么要给你推荐这个路线？因为大家都这样去走，所以干脆就给你推荐这样去走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呢，这个车就用这个地图的情况下，还是相信地图给出来的数据是准确的，去做一个准确优先。其实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我觉得不会。我跟国内的那些端到端的自驾团队沟通啊，他们说不把这个实线写死，就是为了让它在一些绕行的场景变得更灵活。如果你把它写成一个死的规则的话，那就它变得很死板。我们这里要切换到这边，因为的确有时候你像在我以前走那个广佛高速哈，这里一个匝道下来的话，如果我走右侧车道，它就一直食到上花機嘅，那个线就是画错的。对，如果你不踩那个时间，你的车是出不来的。会有这种路况，我们会经常会出现，但是在那个地方，从导航那个角度，它就一定是要你压一下那个时间。所以人跟机器的区别就在这，人是有场景理解，我知道这个时限不会超牌，不会怎么样，能压的，没压是不对的，甚至走不了。但机器是不知道，你只能告诉他 yes or no。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选择嘛。你像刚刚那个第一次压那个时间那个情况，好像我记忆中啊，在我面前压过去的就3部车了。就刚刚嘛，对啊，就已经3部车了嘛。所以这个会不会他意识到一个是真实的场景，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有可能哈。我瞎猜啊，不是，但欢迎大家去纠正，没有问题。好，刚才有一个小细节在你们聊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刚才右边车道上面，你看现在写的是60的，它在右边车道，它就按照车道的那个60限速压到60，然后因为后面有个车想超我们，他就改到左边，对，改到左边就加到80，现在回来又60了。很守规矩。然后这边我们可以了，我刚才还担心回不来这个路线，行，这边我们前方要出去了，所以它是靠右行驶了，提前靠右。但就你看又压实线了吧？人家还没上牌，那没上牌不是可以压实线的理由啊？就是现在端到端的训练有很多这种不合规驾驶的数据，就被人带坏了，被人带坏了。对 ，AI 就被带坏了。这个不能完全怪 AI， 当然就是我们作为车企工程师，肯定要写一些规则去。这个规则是要，但是你写死了也不行。对，在中国写死规矩的话就不用走了。这个是难，这个就事实了。这就以前城市辅助驾驶不好用的一个没错，太死板了。其实包括在右边车道超车能不能，这个也是一个问题的。就如果是按照北美或者欧洲的规矩，是不能在右边超车的。但是如果你在中国写死了，我必须在左边超车，你在高速上，尤其在广深这种大车流的高速上，可能就跑不了了。但这个的话，我之前也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也观察过很多这个车，我定义它那个不是右侧超车，它只是变道。这个才叫超车。他过来以后，他没有直接过去的，这个不是超车，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其实你这个问题，我之前也试了，好几部车我都这样去故意在高速上面去这样去试。我是先变道，然后再加速，就是变道，我不是超车。他都没有马上给变回去了，所以一直这样走，它只是变道，完全合规的。这里有个小小的博弈了，我们右后方有个海鸥过来，好，他就让了一下，再站到右边车道。其实这些细节，你要观察的话，就觉得很多细节在里面。你要真的是当个司机或者乘客的话，就觉得无感。真的。就像这条路，其实刚刚那条道也是可以左拐的，它为什么要变到这边去呢？这个就地图的数据了。有可能是 AI 的一个，也是 AI 的训练，因为这条路我们实际上驾驶是越靠右速度越高的。那个是最慢的。对，那个是最慢的，有没有这个可能呢？也有可能他是选择，就是有几条车道拐弯就选择中间车道，比较稳妥一点。也可能纯视觉，拐越大的弯，那个视野是越开阔的。走最里侧的话，可能会有遮挡的一个存在。对，其实刚才这个你如果纯粹效率判断的话，我们应该走左边的，左边那个位置还浅一点。但他就远的就选择了在中间。但是它这个显示是最左的，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是导航的，对，这个导航的跟它实际行走的路线其实不一定完全是重合的。好，这个
特斯拉这个地图是没有拿到红灯数秒的那个数据的，好像是。我也发现对，没找到，没有，可能它也不需要。我们看一下现在视觉响应太好了，不需要。好，它很快。其实那个 SR 渲染从红灯变绿灯也很快。佢上着佢的反应速度特别快。好，我们除了这一条路线之外，我们可以先预告一下，我们待会儿还会拿这台车到广州市区里面，就一些大家比较日常会碰到的道路上面去再深度的测试一下，看看如果大家是现在买特斯拉的话，有没有必要花这6万4选择 FSD。关键是我们找了3个国内热门的竞品，对，3英战吕布，三英战吕布啊！所以为什么今天会有我们3个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3英战吕布。哎，不对哦。不过讲真呢，这套系统从目前这个角度来讲啊，还没回到啊，但我觉得和我日常试那么多，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高分的一个系统，是挺好的。而且很多的体验各方面，虽然它不是完全零接管啊这样去过，中间也会出错，但这个出错的话都会，基本上这条路完全有，但是不是说一个这条路线平均的水平，这条路线目前为止没有一台车是可以零接管的，没错嘛，所以难度是真的高。它以目前最低的这种硬件的水平能达到这个水准，就是很牛逼的，而且还有。对吧？这最低的硬件水平，你考虑它的感知硬件真的是最低的，这个还是一个关键。第二个，刚刚回答刚刚那个问题啊，6万块钱选这个值不值？我个人觉得不值。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太薅羊毛了，太贵了，太贵了。车本来就不便宜，这个东西再花钱，它的那个成本远低于我们现在主流的那个其他同等水平的这种自驾车。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是特斯拉一个大杀器。如果这个东西它真的能去做下来的话，它比天神之眼的那个成本不会比它高多少。这个是它的一个问题啊，全部都普及。它首先自家芯片已经自研自产了，对，当然也是代工生产了，自研的芯片，然后那些感知能省就省了，它的前方摄像头啊，现在我们国内哪怕天神之眼 C 这种就不到10万可以买到的，800了吧，3个800万，这是500吧？它那是2颗500万的，500，就旁边的是120、200的，就是它的感知水平之低，你都无法想象的。所以我觉得可怕的是，它用那么低的这种硬件的水平来达到目前的这个水准，对啊，这个是个效果，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如果它真的把这方面的那个成本，而且它这个量已经那么大了，卖那么多，它完全可以把这东西白送的，白送它一点不亏。对吧？所以这个是很可怕，对于整个自驾这个生态系统是个核弹了，这个东西。红灯，跟着冲了，跟哎，6分站远佢，哎呀，我加埋佢3分9分，这个是不能原谅的，这个绝对不能原谅的。别人再冲，你都不应该冲，这个是绝对不能原谅的。刚刚那个实线我觉得还可以一说，但这个红灯是不能原谅的。实线还说，哎呀，写死了不好走，你这个是没得说的，这个没得说，这个没得说了。不过它也是在国内的第一版，那往后的 OTA 呢，就看特斯拉的工程师能不能尽快的把这些就低层次的规则给它赶紧写进去。哎，后面我看到有一个。情怀车，不要看那个情怀车。我们今天要测试新世代的车。我以为其他人在追拍。情怀车，看到一个很新的情怀车。好，我们最后的我们这条路线啊，今天都忘记说了，是一条13公里长，然后有30个考察路口的路线啊。最后就是我们第30号路口是一个掉头路口了。然后掉头路口之后呢，有一个加餐的，就是能不能进我们园区？对，我们之前失败率是超过95%的，然后这里是被誉为我们的自驾的百慕大啊，是吧？这个掉头大部分车都过不了的，大部分都过不了的。对。其实你看这里感觉还好，这条路也干干净净，车也不多啊。但进园区的那个是特别难的，因为它是一个90度，而且要上坡的，而且路基又有违停，又高，对，又有违停，所以那个之前我都不敢算进去这个测试项目，只是作为一个加分的项目。好，一个掉头，我现在感觉是完全没问题了，这台车。掉头前面对这个cut in都好丝滑。走错路了，被带歪了。但这个被带，我们去前面掉头出来了，这个不应该，导航都是指引要掉头。对，这个是完全被带歪。整你個掣啊！哎呀，剛誇完，真係唔讚得嘅呢啲嘢真係。兩個大撻，唔讚這個。後面那個肯定也被我們帶過來的。也是一個特斯拉，我會不會也是在測試啊？他在開。
对，那个大车先过吧。啊，大车先过，先让着过。这里是一个工地来的，其实。所以这条路我们出去的就不算逆行啊，大家不要扣我分啊。这是工地的一条，其实不应该进来的。这本来就单一一條路。對。唉，沒得到啦，沒得到啦。開。係。但係佢知唔知啊？我懷疑佢唔知喎。你前排車在前面啦。唔係佢導航導咗去邊度啊？哦，佢都係入園區嘅。好了，能不能兜開它？哎，會哦。絲滑繞行啊！會哦。我不要看情況車啦。只不過是一個 Lotus 時間。有什麼好看的？是台吉利。好，哎，他好像真的想進去哦。喂，這個可以哦。哇，這個軌跡對哦，相當好，而且他不用思考哦，相當好哎。嗱，過閘機有減速，打開之後加速。後邊。嗱，這個閘機上一台能過的車是華為。但也不是每一部華為都能過啊，不是每一部，而且不是每一次。沒錯。所以特斯拉一次可以挑戰成功，而且那麼絲滑過，那真的是牛逼，就真的是祖師爺。呢個真係頂流啦，自駕高水平的。而且我們現在進到園區，它沒有說，就我們之前那個系統啊，到這個地方就斷點了。是啊，過了這片水泥地，從停車位開始，基本它好像真的能開到。Momenta的那些出了這裡才能開，對，騎手的，這裡完全不能用的。對，就除非用小鵬或者華為的那個車位到車位記憶路線，否則的話這一段路是現在是沒有車能開的。哦，我說一下，因為過年前我在這裡體驗過 ASS，就是停車場的召喚功能，它在我們園區是能開的。它 FSD 應該是把兩個功能可以打包起來。對，其實 FS 就很多人現在說什麼一段式斷到斷啊，特斯拉這個真的是一段式的，它的城市道路跟園區道路是同一個系統來的，沒有分開的。哇，那這個好好啊，真的很好，這個體驗就真的很好啊，所以它那個召喚功能就變得相當有意義了。對，我們同事就很煩，就是車在外面嘛，在裡面上班，對吧？這一段是很麻煩的。如果我們可以車開到裡面，讓車自己到外面去停，要自己開回來，這個體驗就衝這個體驗，我可能就會買這個車。不過那個召喚我試過，只能在人跟車以及能看到，對100米左右也可以看不到，這裡100米也可以吧。所以實測從剛剛水泥地到我們公司，超過100米，至少要召喚3-4次，才能夠成功帶到我們。但至少有這可能，因為你看下雨的時候或者夏天很熱的時候，你就可以提前打開空調，然後把它召喚過來，對，就可以上車了。3次咪3次咯，近少少得近少少啊。但你要人跟着車，像遛狗一樣遛着它過來，你唔可以行遠，你走遠了它不理你。不是還有個辦法，你可以用安卓手機去騙它嘛？啊，這裡因為有人的，這因為人的原因。有人他就慢一點，他肯定還會讓這個人，你看還會讓人家大哥。那這就車是對的，車是對的，對，很典型的，就背對着我們，不管我們的。好，這裡再 OTA 一下，這個時候摁一下喇叭。哇！哎，你別說，國內的系統是有這種功能的。真係㗎？這個我不知道哎。但就不是對行人，就是在馬路上面如果慢車，它會自己響喇叭。哦，這樣的，哎，哪個我不知道這個。小鵬會有的。哦，然後自己也有。哦。好，看一下這個車讓開，我們能不能進去啊？哇，那小鵬去到上海這樣摁喇叭會罰款？不，它有個開關的。我平常都是調成它有閃光跟按喇叭兩個選項。有這個功能嗎？有的。哦，我真係唔知喎。啊，你可以試，但我平常都是用那個閃光的功能，因為在廣州城區不能按喇叭的。閃遠，對，閃有關燈的。別人隨便給我摁都扣完我的分。讓行人過。哇，這個挺好。對啊，阿姨向我照相。哇，特斯拉呀！哎呀！啊，又有一個電動車過來，它很遠，它雖然攝像頭的分辨率不高，但很遠就能發現別的車了。再看一下，通過，再看一下通過。佢呢個 gateway 就係嗰啲慣咗嘅咁望一望。哇，真的送到家門口哦，超好，這個厲害哦。回到我們的起點，好，剛到了，停定，能不能掛 P 檔？應該會。你開門就 P 檔了嘛？不會啊，你別說，唔會㗎，還是 P 檔啊？唔會㗎，你開你嗰邊，佢開會。他會可以，主駕就可以了，主駕就可以。但可能這個不是車位，因為如果按照我看北美的那些視頻呢，他應該是到了目的地找個車位停進去，自己掛 P 檔。他可能這裡沒有車位，他就停在這裡，就算停路中間，不掛 P 檔也對的。對，但至少我們就到了。好，大家覺得現在特斯拉的第一版的在中國第一版的 FSD 的表現怎麼樣呢？然後彈幕走起嘛。對，彈幕走起。然後呢，當然今天請到袁老師過來，袁老師。我來學習，我學習，向智能車研究所各位前輩學習。
不，好了，我们不商业吹捧了，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智能车研究所，是的，看我们更多的实测自驾视频。马上3英战吕布要开始了，好，拜拜，拜拜，中国自驾对比，拜拜。好，好係好。